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全球都关注的秦刚啊，昨天真的是确定正式的被任免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华社发布的消息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免的名单，免去了秦刚兼任外交部部长的职务，然后任命王毅为外交部长，等于说王毅算是在这个外事长之外再兼任外长的职务了。那所以就是简单几个字来交代现在目前秦刚的状况。那外交部呢，大陆的外交部官网啊，也是连夜清除了这个过往的一些资料哦。那我们在搜寻秦刚也没有看到，就只有显示资讯讯息还在更新当中。历任的外交部长当中，他好像也被名字也被拿掉了啦，所以现在大家还是不太清楚说到底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在官方发布的内容里面并没有提到原因哦，只说结果就是任免，然后由王毅回来接这个外交部长的任务。那现在在微博上面哦，其实很多网友们也在讨论说，现在谜团还没有解开来啊。那微博上面的网友们哦，还用刚子这个词来替代秦刚，因为前几天好像搜寻秦刚是没有相关的内容了，所以他们现在开始都用刚子来代替啊，就说怎么会这样子年富力强，几个月之后就离开了呢？还有这些人觉得有点可惜哦，到底是什么状况？那我们今天还看到这个台湾的一些媒体在讲说，其实6月份的时候，秦刚就有参加会议哦，当时就是看起来有点无精打采。你说对比其他人都是在这个坐挺挺的在那边，好像记录一些会议的内容哦，可是秦刚却是无精打采的靠在椅背上头，是不是当时就有一些生病的迹象呢？就是也有引发一些揣测哦。那当然，现在目前还没有得到大陆官方更进一步的一些说明，只有前一阵子就是王毅提到说他的身体状况，所以现在只能就是当作是身体出状况了啦。那另外我们看一下，王毅回国出任这个大陆外长哦，但是秦刚他虽然被拿掉了这样的任免这样的职务但是他仍然是国务委员的身份，所以到底是如何呢？会在明年3月份的时候也被这个去掉这国务委员的职务吗？我们看到一些评论员提到，他说为了减少震荡其实秦刚的国务委员身份可能要到明年的3月份才会再任免所以他这个身份可能会在20大的时候被任免。那我们今天也看到一些台湾媒体的分析他就说有可能秦刚应该不算是战狼派所以他们现在目前大陆的处理手法算是软着陆。那秦刚呢，因为国务委员的职务比起部长更高，所以这算是拍了秦刚一小巴掌让他留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那说明无论外界对于秦刚有再多的猜测，有一点不用猜，就是他有可能让习生气了，但是还没有伤到习的心所以目前还有保留他这个国务委员的身份。那接下来如果是王毅接手这样子就是还兼任外交部长的职务，对于中美的路线，王毅定调说这个接下来反正就是会延续过去的一些相关的做法嘛。那人家讲说为什么会是王毅呢？其实人家讲说因为秦刚是个突发事件如果调派其他部门的人，可能会打乱他原本的人事配置。然后而且中共的党章他讲说新任的外长必须要达到中央委员的级别，所以王毅现在高规格的履职也成了一个最佳的选择。那换新的外交部长也需要各方面的重新认识毕竟本来预备的就是秦刚来接这样的任务可能他已经暖身一阵子了，现在马上要就是找一个新的人来顶替的话，那可能会来不及。所以王毅可以算是一个维持稳定性跟过渡性的一个安排。那布林肯是不是就开心了呢？他就讲他讲说期待跟王毅好好合作，因为认识王毅超过10年了，经常跟他会面，期待能够一如既往的跟他好好合作。那任免秦刚是大陆的决定，但是不影响这个美中之间的一个关系那所以美国之前其实对于秦刚也是有一点冷对待现在看起来他可能就觉得说好险现在又变回了王毅吧，不知道就是看看美国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表态。那另外我们看看还有这个美国的媒体哇，这下子精神都来了，美国媒体现在疯狂在见缝插针嘛。还有你看Politico 讲说哎呀这个秦刚人缘不好，美国外交官都没有人怀念他，失踪1个月然后就失业了。那美国有一些外交官可能会觉得说说不定少了个障碍还说有些人觉得他很难相处作为大使也不是非常有用。
用，又开始在讲这样子的一些后话哦。那还有呢，这个白俄的外交官哦也有爆料，他在 Twitter 上面讲说，以前跟他共事有一些魔幻经历哦。他讲到说，2015年这个习近平去到了白俄的时候，秦刚半夜2点要求去习近平要参访的博物馆确认细节，还数了一些阶梯，确认习近平上楼的时候奏乐的时机哦。隔天他一早跟秦刚共进早餐呐，那秦刚在吃一碗汤面，然后还说人家吃面声音非常的大声，觉得这都有点落于这种八卦跟这种碎嘴了啦。但是我们来看看哦，现在秦刚跟谢峰还被这个《金融时报》讲说，他们不和哦。知情人士讲说，秦刚在今年就是今年这个驻美大使谢峰这个关系就是因为他才刚上任嘛，说他们彼此之间关系不好，就连在北京的上司们跟美国打交道的时候，也经常会绕过他，甚至在7月19号阿斯彭的安全论坛的时候，当主持人问谢峰这个秦刚在哪里的时候呢，谢峰也就是微笑说拭目以待。可是我觉得这样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不好啊，但是这个《金融时报》就要讲说，他笑着讲拭目以待，就是代表他们互不待见。那反正就是美国媒体的一些解读吧，大家看看。那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美国媒体的这样的一个解读没有道理了，因为有关于谢峰的在阿斯本的被主持人这样的一个对话对。因为主持人实在是充满了好奇，想要知道秦刚在哪里，就一直追问，一直追问，一直追问，已经大概5、6、7个问题，这样子一直问，然后到最后就谢峰的回答就是说，我们用法文讲就 on verra 嘛，就是我们看看嘛，之后大概应该就会看到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情，那当然就看到结果了嘛，那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大家都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个对话，而且是主持人不断的追问的对话。还可以说知情人士的不具名的文章，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就《金融时报》嘛，对啊，就可以知道他的水平了。《金融时报》在台湾现在已经是响当当的，他的水平真的是不怎么高啊。好，我们回过头来讲，秦刚不要忘了，他还有一个身份他是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所以这次免除的是兼任的外交部部长，可是没有谈到这个国务委员免除。那有人就说那国务委员一定要经过这个两会人民大会代表大会的时候才能免除，没这回事了。可以在人民大会来免除或者任这个国务委员，但是也可以因为当人民大会不开会的时候，人大常委会本身也有这个权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为什么还保留国务委员，这是一个我觉得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如果说他的私生活有问题的话，那相当有可能应该是2个都拿掉了，那怎么可能会保留国务委员？您看到下面的那个照片，就是说他好像身体已经撑不住的那个开会的那个照片，那个就是国务院，中国大陆的国务院里面的内部的会议，所以是李强主持。你看在圆桌里面，这个李强的右边的那一整排，就是秦刚的那一排。都是国务委员，因为他是副这个总理级的，然后秦刚的这个对面的那一排，那都是副国务委员，所以他是国级的，正国级的，那是很重要的一个位置所以保留那么重要的位置，然后外交部部长拿走，我觉得这个是预留的一些空间。那有人就问说，那为什么是王毅回来？各位，以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您想想看，8月份是什么会？8月份是金砖5国的会议，这是多重要的会啊！9月呢，G20， 10月呢，一带一路，中国大陆的主场外交，11月呢 ，APEC。那你在这么重大的会议中而且是一系列的元首的外交，那请问一下，你要找是一个经验不是很足的来接，还是要找经验最足的王毅来接？所以我觉得王毅是阶段性的任务，在这个时候他是承担。最后我再讲就是。要讲秦刚的八卦的话，我想很讨好观众，一定很喜欢。然后因为大家都要蹭流量，可是我觉得我们做分析人员，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必须根据事实，有多少事实我们讲多少话。第二个，我们根据过去的惯例来做推理。那目前来说的话，我们确实知道的就是大陆这边对于他们的首长的身体健康的情况是不会讲细节的。
这是他们的长期以来的惯例。我很少看到他们有直接讲到说啊，因为他是脑梗啦，就是那个血衰啦，他是脑中风啦，或者他是长恶性肿瘤啦等等，我们很少听到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论述啊。那王毅已经讲了，他就是身体健康的因素。那对我们来说的话，那这是最权威的王毅，他这样讲，我们就以王毅为本嘛。所以其他的都是揣测，揣测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啊。但是蹭八卦可以了，蹭流量可以，好多人就是很喜欢听。还要蹭面吃的大不大声，就有一点面吃，对，吃面，日本人最大声。对啊，这有名最有经验。这就要问杨老师。但不重点不是讨论吃面啦，杨老师怎么看这整体？当你的敌人在批评你的时候，那不就是你做对的时候了吗？对不对？那当你的敌人在批评你的这些战将，然后呢，或者是在你内部自己在塑造一个氛围，说，他各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就表示他做得好嘛，对不对？就是如此哈，我自己都经历过。转过来我夸一下必须要在自己这边，我在这边我要抱歉一下，因为我今天在其他的视频当中，我的推论是，其实他6月25号的时候人是非常好的，非常健康，看起来了至少，而且这个连续接见3个外国的这个外长。那突然隔一天就消失了，也没有任何的讯息。那第二个是我认为，如果是健康，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医院的讯息？这个是必须要谈，这是我们台湾或者是这个一般我们这个西方社会了哈的这个惯常的做法。但是后来呢，所以我认为就是也许健康因素这个不是主要的因素。但后来我一个医生朋友提醒我，那今天他说，其实有一些疾病不一定是这么看得出来。对，那我想这个当然很理解。他一提醒我，觉得没错。那第二个他提醒我，觉得好关键。我觉得我早上的这个一些视频讲话的不太对。他说，病患跟家属的意见其实很重要。他当然没有讲到赖老师所说的，中国大陆自己本身对于他的高层的这些健康的这个做法那是另外一个层面。但是病患跟家属的意见很重要。他们如果不愿意对外去提或者是公开这个事情的话，其实医院一定都是尊重嘛。那我在想，那这个其实蛮合理的这其实蛮合理的。所以健康的因素，我觉得其实是，既然王毅都这么讲了，我觉得我们大家就这么的，就是来认为。然后呢，其他的这些八卦的说法，那太多了那也许真的他可能就是在有一些这个病，这个可能健康上或者是说他在自己的这个健康的隐瞒呐，或者是我们如果真的再帮他设想但不要再八卦，对不起，我不应该这么讲。但是另外所以我这边做一个修正那也以及道歉。但是对于王毅来接我觉得现在当然，你看接下来金砖会议G20 会议、一带一路峰会、APEC 高峰会，甚至有习拜会。那这一些其实都是需要有大战略，而且各国都十分理解，你必须不断的在各国或者是主要的会议做穿梭的。那这不是不是一个培训所或者是培训的这个场合，所以我觉得其实王毅这个接当然有一定稳定的效应，而且他自己本身做过10年的外交部长，马上让这个整个外交政策的推展，最重点的不是王毅外交或秦刚外交，而是习近平外交。对，我想这2个人都可以延续习近平外交的战略。好，将军。我想说这件事情，我们用消去法来看。第一个，新冠说他得新冠肺炎应该可以取消了，这个可能性应该已经没有了，因为1个月了嘛，不可能说现在新冠说1个月还有。第二个，刚刚2位老师讲的疾病，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因为你看他秦刚他现在当到这个部长级，他之前他已经在这个中共的国家机关里面，他担任过发言人这些重要的职务。其实包括我们台湾也是一样，这些当高阶的人都要去做健康检查的，而且检查的项目都很仔细、很详细的。你必须通过这个检查以后，你才可以担任这个职务。而且担任这个职务以后，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去做检查。我们不要讲别人嘛，你看蔡英文是每年都要去做健检，对不对？拜登也要做健检。所以我觉得说突然发生一个重大疾病的可能性也不大。
那第三个，我们说，会不会跟王毅的理念不合，所以说下台？我觉得也不会，因为我们讲王毅是战狼式外交嘛，我们都认为秦刚可能会不会比较温和一点，算鸽派。其实我看秦刚也不是鸽派，大家有时候我们经常讲什么裴洛西窜访台湾，窜访这个词是秦刚先讲出来的，所以严格讲起来，秦刚也属于是那种鹰派的那种外交的手腕，而且就像刚刚两位老师所讲的，现在主要都是在中共的这种领导的方式里面，他的外交政策是以习近平的为主导，而不是以外交部长来做一个决策的主要的决策者，所以他们应该都是听习近平的意见为主，所以我觉得跟王毅说理念不合也不太可能。接下来说小三好了，我觉得小三的事情也不太可能了，因为如果真的有小三的话，以中共那种比较封闭的资讯封闭体制，他们反而会把它保护得很好，不会让这种事情传出来。最后一个最有可能就是间谍案，原来我也觉得不可能，但是我今天看联合报已经开始在提了，但联合报的用词是说疑似火箭军司令儿子在美国泄密案有关。这是联合报写的标题哦，因为前2天我们就听到这个事情，可是因为没有确认，我们不敢讲。那今天因为早上联合报有写的这段话，我才特别讲。他是说解放军的火箭军的司令在美国泄密，他儿子在美国泄密，那让我们联想到跟傅小田会不会有关联？因为刚才也说傅小田是这个跟泄密案有关嘛，是双面谍，会不会跟这个事情扯在一起？所以那当然是不是秦刚自己泄的密，可是因为这个女人是他的相好，所以说他就受到牵连。所以最后是讲一句话，这个我读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里面，殷叔叔告诉张无忌，告诉他儿子，漂亮的女人不要相信，越是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好，马上来看一下这次其实这个任免的名单里面，除了我们刚提到的秦刚之外，还有另外一位是这个易纲，他是这个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的职务也被任免了，所以现在就是由这个副手就是潘功胜来担任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其实这早有迹象，这一次叶伦访华的时候，就是由潘功胜去跟他见上一面嘛。那他曾经是这个人民币的这个操盘手，因为不是曾经是，他之前就一直是然后也曾经帮助工行跟这个农行的 IPO， 所以他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功勋那他也多次强调，大陆实施的是常态化的货币政策，然后不搞大水漫灌，也不随着美国大放大收不搞竞争性的这个零利率或者是量化宽松的政策。那也反映出来现在中国大陆对于这个经济上面重视，所以要找这个货币甚至是这个人行的新舵手那 Q2 呢，就是今年的第2季其实美元这个人民币首度超过了美元，就是这些交易的结算根据统计，全球的企业和投资者的结算货币使用人民币的比例已经在今年的第2季达到了49%，首次超过了美元。也就是说，影响性在全球的流通性来说的话，都已经超过了美国。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美国、欧洲现在经济不稳，所以大量的资金流向了人民币债来做一些相关的避险。今年的上半年境外的投资者就大举配置在岸人民币的这个股价那所以其中这个人民币的债券获得了大量这个净额买入那超过了5000亿美元的人民币，所以足以见得现在人民币的债券已经成为全球最抢手的避险资产了。那美国人均这个政府的债务大概现在已经高达了9.3万美元，已经超过了中国大陆这些公民的10倍所以这个数字非常的高。金砖国家就讲说现在有超过40个国家有意要去美元化，那就连美国的前财长萨默斯都在批评，现在拜登的政府简直是经济的民族主义因为白宫限制对外的投资政策，这种做法根本就是民族主义，他说会很危险会赔上自己美国的经济所以
以我们看到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都有一些呼吁啊，说美国现在的经济已经走向了死胡同，因为这2年投入了8兆美元的财政政策，可是只得到了1%的经济成长，也连这些金砖国家都在放弃美元哦，所以拜登政府你根本就没有实现美国梦，你反而在毁掉美国，连这个雷蒙多现在恐怕都要赶紧的跟这个中国大陆来进行访问哦，但是我觉得中国大陆可能不见得希望雷蒙多来啊。他讲说，我确实计划在今年的夏天或是晚些时候访华哦，但是我们还在敲定日期跟安排，可能需要尽可能跟中国展开相关的业务啊。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TikTok 现在也要对于 Twitter 这个战场哦提出一些新的这个算是必杀技了吧？因为我们看到这 Twitter 现在不是改名叫做 X 嘛？因为主要就是马斯克很喜欢 X 这个符号，所以因为面对到这个等于说 Facebook 的这个进军到 Twitter， 现在 TikTok 现在也正式挑战了，要推出纯文字模式纯贴文模式，要来抢这个 Twitter 用户的市场，而且呢 TikTok 现在还瞄准了这个等于说电商的市场要复制新跟这个 Team 的成功要在美国销售中国制造的商品今天看到《华尔街日报》特别大标题这样子的报道，他说 TikTok 的目标大概就是把去年这个交易总额从50亿美元增加到200亿美元。那目前看起来这个美国的一个排行榜，7月份这个美国 App 下载量的排行榜，仔细一看过去TikTok 就是排在第1名所以代表说美国对于 TikTok 的依赖度非常的高，并没有因为美国现在的打压而下降，而连英国的官方数据也是这么讲。他说 TikTok 已经成为英国就是年轻人12到15岁的民众最主要的新闻来源这是来自英国的这个通讯管理局他讲说现在主要新闻来源它高达28%是这样子仅次于 BBC 大概占比是39%。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我觉得易纲是一个在西方在美国他的经济金融方面的学养是非常深厚的一位学者回到中国来服务，那他的贡献也是相当的大但是问题就在于西方的经济学的理论、金融学的理论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中国大陆的情况，因为中国大陆这次推出中国式的现代化，也就是说一个14亿人口，经济量体这么大，然后整个工业体系这么庞大，而且外汇存底这么的多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货币政策它的这个财政的各方面的稳定度跟它的操作方式可能不能够在欧美的那套过去的经验已经没有办法再用在中国上面了所以中国要走自己的路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也当然时间也到了任期也到了，然后说做了人事的调整。那潘功利他是人民大学毕业的，也在本土读完这个高等学位那这样的一位操作手进入这个人民银行来当行长，来负责这个操作这个货币的政策。我觉得可能就是环境到了，时间到了，就像您所讲的，也就是人民币目前来讲要成为国际货币的势头正旺，而且速度可能会加快。目前来讲，马上要讨论的就是金砖5国的货币要用什么。那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跟中国大陆有贸易往来的，越来越多都采用这个本币交易。可是问题就在于，当人民币比较抢手，而它的国家的货币比较弱的时候，当然本币交易就会更多的采用人民币。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连俄罗斯它跟印度的石油商的买卖，它都已经强调我只收人民币。所以这样的情形下，人民币的在短时间内开始占世界份额的比重是会越来越大的。那您提到了在第2季的时候，那它本身的这个势头已经看得很明白了，它的交易额已经开始超越美国，这个就是一个趋势。所以就美国的经济学者来说的话，经济学的教授来讲，他当然认为美元的这种国际地位、强势货币的已经没了然后联合国也告诉大家一个新的数据，说中资从美国西方国家撤走，往这个亚太国家成为一个趋势了，而且越来越多。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当美国没收了俄罗斯的资产之后，冻结了俄罗斯的国家资产之后，全世界对美国就不再信任。当欧盟的执委会的冯德莱恩要走美国的路，也想冻结这个，或者想使用侵占俄罗斯的央行在欧盟的资产的时候，你看全世界对欧盟的信任度也就急速的下降。我觉得整个国际环境的变化，可能对中国大陆来讲是机会到了。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调整行长，可能也就是从中国式的现代化的角度来出发的。好，杨老师，我越来越认为从川普到拜登对中国发动的科技战，是今天造成全世界经济放缓，甚至呢无法恢复，而成本越来越高，投资越来越少，世界走向2个半球化的罪魁祸首。而且这个会非常严重，因为所谓的科技战，也就是以国家安全、地缘政治的因素，对于这个挑战者给予打压，认为他的一切的科技的发展是对我的安全的威胁，因为他的科技可以用到军民两用，所以军事上会去打台湾，会去这个打日本，所以我必须要跟澳洲去给他核子动力潜舰，给韩国要去核子动力的这个潜舰的拜访，所以这整个地缘政治跟国家安全的思维的影响的科技战，它就去全球化，它就去风险化。什么去风险化？就是脱钩断裂，就是去中国化。那这个造成过去几十年来我们的全球化，大家都以国际分工去做自己比较擅长的，然后你把成本压低，然后呢把整个的这个饼做大，大家的民生科技的发展、人类的进步、文明的进步都可以共享。但是呢，现在什么都没，什么没情况之下，还是美国有利，因为它有最大的资源新创，然后呢，这个军事跟外交，它的盟邦必须要跟着它。你看日本7月23号也开始在这个管制半导体啦，荷兰在9月1号，对不对？所以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谁现在还敢投资？因为你敢投资的话，你要投2个，因为有2个生态，这个供应链的生态，那你基本上会把你所有的这些投资效益，如果不是除以2，甚至会更加稀释。那现在谁还敢做这个东西？尤其美国也还不断的在做升息，是不是？所以到后来我觉得西方国家、美国盟邦也要理解，美国完全是以邻为壑在割韭菜，而且造成全世界的这样子的这种压抑，经济回不来。那现在怎么办？金砖就适时的出来，那会形成一个新的，就是全球南方的经济发展的一个平台。那这个动作要快，否则的话，美国的持续的科技战会压得全球化，压得全球经济真的喘不过气来。好，将军。我们大陆上面经常有一句俗语叫“要致富先造路”。那我们讲的路都是有形的路，它确实也是达到了它这个不管公路、铁路、高铁这种有形的建设的铁路，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未来的社会还有一种路是很重要，就是网路。就谁能够先掌握到网路的建设，我想说，它将来致富的可能性、经济的发展就会很快。因为现在不管科技的时代到来以后，我们现在已经到了5G 的时代，另外云端、AI 运算等等这些东西，我想说，未来在网络的运用来讲的话，可能会它的功效跟现有的道路相加相乘的话，会是一个未来很重要的一个趋势。所以 TikTok 这个东西能够在中国制造，它不只是说一个游戏软体、一个 APP 而已，而是以后来讲的话，它在中国制造的商品，它透过 TikTok 来做贩售或干嘛的话，它那种效果会更大的。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这代当然买东西都是到超商去买嘛，到市场去买嘛，对不对？那现在你们年轻人买东西都是网络购物，所以我觉得说未来的社会，我们要致富先造路。这个网络谁能够掌握到未来网络的世界，谁能够掌握到网络的技术，是将来致富一个很重要一个关键。另外，我们讲美国拜登的经济学，其实美国拜登谈不上经济学啦，他只是经济政策。就像杨老师讲的，他很多的政策其实都是这个损人不利己、伤害友邦的。比如我讲一个现实的东西，他讲说打消通宵法案、打消通膨法案了，他对韩国来讲的话，他对自己国家的这种产业
实施补助，但是它对其他的友邦盟国来讲的话就没有补助。其实最惨的就是韩国。韩国的汽车到了电动车到了美国之后，因为它没有补助，所以它跟美国的电动车产业它就没有办法竞争。在这种状况之下，当然就打击到韩国自己的电动车产业。那至于说跟中国之间这种小强高院的这种经济政策来讲的话，那就更不用讲了。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主持人好，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翟轩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现在赖清德啊过境美国的事情，人家在想说会不会又有一些后续的效应啊？就像是当时裴洛西访台的时候，大陆围台军演哦，4枚东风飞弹穿过了台北上空。那后来呢，蔡英文过境美国见麦卡锡哦，其实大陆也有3天的军演了。那这一回如果赖清德过境美国，不知道大陆又会有什么样相对应的反应哦？那目前现在大家也很关注啊。不过呢，我看到现在美国似乎要设下红线哦，我就担心会有这些擦枪走火这种横生枝节的意外哦。因为白宫说的确踩到了这个美国的红线，所以有些学者在讲说，现在赖清德恐怕过境美国之后，要进这个 AIT 总部可能都会有困难哦，不像这个顾立雄什么他们还可以走进去哦。他说，台湾总统、副总统哦，从前过境美国也没有进入 AIT 总部的潜力哦。那他如果是以副总统的身份过境的话，自然走进 AIT 的机会是不大的。那今天我们也看到蔡英文呢，虽然是确诊，仍旧是戴着口罩去这个视导汉光演习，全程戴着口罩啊。那现在目前汉光的模拟说解放军要攻台，这是要做给谁看啊？当然人家讲说演习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既有的一些这个军事上面的一个惯例嘛。那我们看一下汉光演习的第3天哦，桃园机场进行了反空降的一些练习，在桃园的炼油厂来进行关键设施的一些防护演练，届时会有红蓝两军哦，这个攻防对峙，还有空中的兵力临空参演，空域也要进行相对应的管制。那目前的话，因为台风也在影响着台湾嘛，所以这个汉光演习模拟敌军突破桥梁这个防守战哦，通往台北的交通大多是透过桥梁，然后直通中枢，所以军方就研判说，如果解放军啊或者是其他的恐怖分子极有可能直取台北，所以要先做相关的演练，来做一些阻绝的一些预备哦。那美方的观察员也在这其中现身了。我们看到这个宪兵哦，凌晨去到了台北车站进行反恐的操演呐。那这个周广琦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美方观察员哦，他也亲自作证，在演习开始之前呢，有2位美方的人员到达现场，军方的参谋人员也随即上前迎接，握手致意，显示出什么？美方已经不是第一次操演了，大家彼此之间好像很熟识，有默契。那另外呢，前驻美的美军哦，他讲了一句话，人家讲说哦，恐怕是透露出台湾现在真实的一个状况。他讲，曾经在2021年来台训练国军的这个美国前特种部队呢，这一名这个军官呢，他认为这个国军习惯服从又爱面子哦，训练都按着事前定的脚本进行，其实是缺乏实战体验的，所以他觉得现在目前看起来真能够抵抗解放军吗？他是打上一大问号哦。那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对于台湾很不利哦。那可是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总统府也好啊，或是外交部也都没有出来针对他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做相关的反驳。那再来，台湾如果有事的话，日本有事吗？我们看看日本的副防长讲说，台湾如果有事的话，日本将会给予援助哦。如果中国大陆用武力这个侵扰台湾，激发了国际社会如支持乌克兰般来支持台湾哦，日本也会对台声援。那至于日本会向台湾提供的支援，会是以国防的装备还是后勤的形式，现在仍不清楚。就是说，最后由人民就日本的人民来取决最后的一个决断哦，所以很有可能到时候日本人民觉得说，我们没有必要缴获进去，也有可能会不给吧。那反正他的就留下了一个伏笔啦。那现在目前日本跟意大利正在举行联合的这个战机演习哦，从8月2号到8月10号，从
继法国之后，现在意大利跟这个日本要进行空军的联合战斗机的演练，那也是两国首次进行这样子的一个空中演练。那另外我们也看到柬埔寨的云壤基地大幅升级，有人在讲说很像这个吉布地的码头的翻版，那当然是来自一些西方媒体的讲法，他们讲说这个西岸可见深水码头跟中国大陆在吉布地的军用码头惊人的类似恐怕未来会不会进一步升级印太区域安全会有稳定的一个威胁那这样的一个码头其实是可停航母的，所以美国很担心说这个情势会复杂化，也不能够任意的轰炸那再来我们看看季辛吉现在不断的在呼吁说中美双方一定要回到以前那样子可以对话沟通的关系。52年前冷战当中就是中美这个他们其实美国最杰出的外交成就就是52年后的访中现在对比起来，现在看起来季辛吉就是为着要回到52年前的关系而来嘛，要建立合作关系，而且作为中国的朋友而来。但是呢，现在看起来中美的关系现在濒临破裂了，不知道他这样子最后关头的努力能不能奏效，能不能真的为和平有一个最后一搏。那我们来问一下杨老师，觉得8月中旬赖清德过境美国前往南美洲前后都会过境，这个是布林肯美国国务卿已经很明确的说，依照惯例过去10次都是如此，所以他会过境。但是这段时间我们也了解，美国拜登政府对于赖清德的行程不太可以给予热络的支持，甚至相当程度的压抑。那赖清德不满，所以7月10号他说了，他要走入白宫，完成政治目标。我再强调一次，重点在那个政治目标。什么政治目标？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当然，必须要提醒赖清德的是，当你在8月15号前后过境美国的时候，其实你很羡慕的尹锡悦跟岸田文雄8月18号在大卫营跟拜登总统一起度假。对，所以呢，这个也没什么好羡慕的。但是现在很可能他会过境迈阿密、佛罗里达州或者是德州。那这个拜登政府会做切割，因为这2个州都是红州，共和党的。我感觉他会在当地受到比较热络的欢迎，州长或者是德桑提斯以及当州的这个参议员Rubio，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呢，会是复杂的。也就是说，他在两岸上面那北京基本上不会做切割的啦，他不会像拜登政府一样，他认为你赖清德还是过境了，在谢峰讲，这都是一个灰犀牛，而且他明确的讲，赖清德过境美国就是一个灰犀牛，去冲撞美国跟中美关系的灰犀牛。因此，我个人判断，在当时一定会两岸上面会有一些军事上的紧张，那是会重演过去4月、8月麦卡锡、裴洛西的那种围台军演，还是非军演式的军事这个活动？我觉得两者都有可能啊。因此，其实这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因为这会是一个讯息，很清楚的这个讯息。另外，讲到日本这一位副防长井野俊郎，他其实做了4次的众议员，明治大学毕业。我看他过去讲的一些话，稍微中间偏右那这个在自民党里面是普遍的，大概都是如此，但不是太右。那举例而言，他曾经认为说日本跟中国是这个伙伴关系但是呢针对台湾议题，他又强力支持。他讲这个话有喵腻魔鬼藏在细节里面。前面那一段，如果全世界都国际社会都支持，我们会跟着支持，对不对？那第二个是，那用什么样方式的是后勤的还是国防装备的，取决于日本人民的共识。如果这样的话，日本人民已经有共识了，因为在不久前，朝日新闻的民调不到10%左右明确讲11%的日本的人民在这个民调当中，就两岸发生冲突，台湾有事就是有发生战争，日本应该自卫队介入协助台湾，只有11%，反对的占绝大多数，但关键是这个不是日本民意决定的，这是日本有法律、有政治上的考量、有安全上的这个考虑，所以由最近
日本的一个智库做的兵推就很清楚，即使是曾经做过防卫大臣的小野寺五典，他在兵推当中担任日本首相，当钓鱼台以及日本在冲绳群岛的通讯遭受到攻击，这是假想的哈，这个兵推的假想，日本方面兵推的假想，我们台湾这方面也有参加，美国也有参加。那日本这个作为这个日本首相小野寺五典呢，非常犹豫不决，要怎么回应？问美国，美国说，我们需要几天时间，回过来告诉日本说，你们自己反应。所以整个过程呢，显现出日本、美国双方都对台海有发生战争的这种真正的行使武力上的协助是非常犹豫，甚至不愿意参与的。那很多因素了。因此在这里面，这位副相所讲的呢，基本上当然只是很油滑的，然后呢，面对这个问题的这种所谓的太极拳的回应。好，我们来问赖老师。赖清德过境美国的事情，当然不是入境了哈，一定是过境啊。因为即使有台湾旅行法，但是美国的行政部门就是不敢，也不能够执行，因为一旦执行的话，那问题就大条了哈。所以美国的国会通过一堆法案，但是行政部门就把那法案就搁在一边不执行。而现在的情况是，赖清德如果过境美国，那您的问题是，大陆会有什么反应？谢峰这次明白的讲了，他的任务之一，现在的任务就是要阻止赖清德过境美国，阻止啊。那如果美国还是让赖清德过境了，那就是代表他的阻止失败了嘛。他也说了，这是灰犀牛嘛，对，你已经撞过来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大陆的反应，我估计当然会比裴洛西、麦卡锡都不会比他们更弱，而且不会只是同等，很有可能会更强烈一点。那这个当然也会影响到两岸之间的关系，也会影响到台湾的局势啊。台湾的民众可能会更认清楚一件事情，就是真的，你如果真的搞台独，那两岸之间发生战争的风险确实很高。那所以，如果我们不希望两岸发生战争，那就真的不能支持台独了啊。所以我觉得。台独的民进党当局也要想想你要不要落选？你若要落选，你就大拉的来做。有关于美国的退役的军官，他认为说台湾的演习都是按照脚本缺少实际上的临战的一个情况，这确实是如此他讲的是真心话，讲的也是实话。我们长期以来都是这样做我在军队服务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做可是问题就在于，他讲的，总统府也好，外交部也好，就不敢回应了，不敢反驳了。可是今天如果是我讲的呢？因为我在国防部也服务了相当的一段时间，我也参与过很多演习。如果这句话是我讲的呢？那如果是厉将军讲的呢？那总统府也好，或是外交部也好，或者是民进党当局，或者是1450，一定会说我是中国大陆的同路人。我是认知作战，要唱衰国军，然后要这个羞辱国军，怎么可能？我们讲的都是实话。那美国人讲的没事，我们讲的一定有事。这个就是民进党当局的大小眼。碰到美国人，哎呦，他是真心为我们台湾了；碰到我们自己人，哎呦，这个人绝对是那个有鬼、坏家伙、坏东西啊！这个就是民进党当局他们的这个标准，我们也就了解了。但是事实上，一直用脚本的来演练，那而且呢，主要是要安排记者在那边拍，那你就可以知道整个演习是为了摆拍，最后的收影，然后播放，做新闻，做宣传片，演习结束花了不知道多少钱啊！好，日本现在整个总体军力也不到一个中国的战区，日本的总体国力不到中国的1/3，他敢介入台湾的战争，不要开玩笑了。坦白说，不要讲一些大谎话。你想介入，日本人也不敢介入。坦白说，你自己都不敢介入，一个文职的，你敢介入台海的战争，你试看看啊！我觉得日本人不要讲大话，你已经不是以前的日本军国主义时代了啊，那个一去不复返了，你也回不了你们的日本的荣光了，那已经过去了。你们军国主义时代的账都还没有算呢。
有关于云朗基地的问题，中国大陆在海外的军事基地如果越来越多的话，这代表什么？突破了美国的封锁了。因为当海军基地开始开设的时候，代表政治、经济、军事的影响力是大大的升高，而且跟美国就直接对抗了。我觉得这个对美国人来说的话，当然很焦虑，当然要把苗一生出来之前就把它敲下去。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小题大做。好，将军。我觉得这次汉光演习最幸运的一件事情是于将军变成于议员。这个我特别去弄了这张照片他那天在政论节目里面讲，说这个放这个烟幕就是他战车部队要从烟幕里面冲到海滩来跟敌人决战。那我特别要讲这个于将军他如果说不懂历史，那我们可以谅解，对不对？他数学不好也可以谅解，他不懂海军也可以谅解。但你知不知道他是5·4两旅旅长，他就是这个装甲部队的反击这个地区的旅长。那我不晓得于将军他当将军的时候，他当5·4两旅旅长的时候，有没有到他的战备任务地区来现地视察过，或有没有现地了解过？这个地方大家想想看，你在这种烟雾状况之下，如果我们今天大雾，那边的路都很崎岖很小的路，从巴黎我走过很多次了，这个不是开车，是用行云走过很多次。那个地方是我们战备一个很重要一个战略要点，所以那个路很小，旁边都是断崖下去。那你想想看，我们开车如果大雾的状况下，在高速公路都不敢开太快，那你战车死角那么多，你在这种浓雾伸手不见五指的状况之下，你敢在这边开战车吗？你如果说真的在这边做反击，在这种浓雾之下战车开出来，你不是自己战车撞成一团，就是掉到壕沟里面去。所以幸好他不是5·4两旅旅长，因为他就是这个部队的反击部队长。另外我要讲这次演习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桥梁封锁桥梁，其实我以前就做过这种事情，那是我刚毕业的时候。为什么这次会有这种演练？你知道？我想是因为跟瓦格纳有关。因为兵谏，其实以前我想说赖教授跟杨教授应该都知道，以前虎口确实我们自己台湾也发生过兵谏。那时候我刚毕业下部队，就要我弄了一门1洞6炮守住福和桥，那个1洞6炮炮口随时24小时兵下雨都要拿那个炮弹就随时装上那个准备。如果说有军车或甚至战车冲过来，就直接开炮打了，就是防止兵谏。我们不要讲兵变叛乱，就是防止兵谏。所以这次会多这个演习的项目。我觉得跟这次瓦格纳的兵谏事件，这个我们国军从中学习到这个经验，其实是很重要，就把它纳入演练的项目之一。问题是说，以前进入台北市总共有9个桥梁，民国70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守其中一个桥福和桥。那现在那么多桥，对不对？你有那么多兵力去守吗？这是很大一个问题。你还要守炼油厂，还有重要关键基础设施。我们前2天断电的龙旗变电所要不要去守？对不对？所以这些可能都是兵力够不够。我们国军讲说外防突袭，内防突变，那确实是这个意思，这就是内防突变的一个目的。问题是说我们现在的兵力有多少去外防突袭、内防突变？如果你内外都要守的话，兵力够不够？所以我讲说这个演习美军讲这个没错，其实演习有2种，一种是计划统裁，一种叫自由统裁。这个赖教授一定在军中服役过，都听过。但是现在来讲，不敢做自由统裁。就是什么时候？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师对抗的时候，确实是自由统裁。就实兵演练，你这个营长、旅长自己下完决心以后，就部队按照你的决心来行军、来演练、来攻击、来防御。可是那时候很扰民，所以现在来讲不敢做这些动作，而且很容易造成意外的这种伤亡。现在我想说，国军大概只敢做计划统裁了，不敢做自由统裁这种演练科目。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所以这个。